一个德军中尉把这个房子分成了2个部分，一面属于德国，而另一面属于英国。1天前，德英2国为了争夺挪威的铁矿资源，爆发了一场小规模战役，双方的飞机同时被击落。德军这边的4名飞行员，3人得以幸存，其中1人手臂受伤。他们从飞机里面拿出急救箱，给手臂做了简单包扎，随后拆下飞机的部件，做了个简易的雪地靴，清点了部分物资。为了信息不被窃取，他们用信号枪将飞机点燃。3人朝着山下走去，但没走多久出现了暴风雪，他们就地挖出一个雪洞，在里面吃些东西补充能量，等到明天再出发。第2天，暴风雪依然很大，一名队员拖着物资不小心被带下悬崖。2名同伴把他拉了上来，不知道又走了多久，在前方他们隐隐约约看到一个小木屋。为了防止危险，3人悄悄进到屋内，但里面是空的，没有人。这是一个狩猎的小屋，他们在屋内发现了一袋燕麦，又找到了火柴，现在吃的算是有着落了。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声音，几人开始警惕起来。他们走出去，想要弄清楚对方的身份。对方告诉他们自己是英国的飞行员，飞机被敌方打下来了，正巧他们也是被击落的。真是不打不相识，2人被请到屋内，他们互相做了自我介绍，一切都非常友好。但没聊多久，他们为睡的地方起了争执。达文想要睡到宽敞的位置，而霍斯特却说那是他们的床。达文却有些不高兴，这里明明是挪威，怎么能说是你的呢？眼看奶软的行不通，霍斯特掏出枪对着达文，并正式告诉他你们已经被俘。看着枪口，达文只能服软。施瓦茨问道为什么不能杀掉他们？霍斯特告诉他说他们可以成为人质，而作为战俘的英国飞行员需要被搜身检查是否有携带武器，但只找到一个打火机，正好这也是他们需要的。达文想要回自己的东西，因为这是15岁生日父亲送的。霍斯特说现在还不行，等走的时候会还给你的，现在需要用它来生活。为了明确领地，霍斯特从炉灶里抽出一根未燃尽的柴火，在地上画了一条38线，并告诉英国飞行员这边是英国区域，另一边是德国区域，要想跨越必须要经过同意，如果违反我们就开枪。达文又问道作为战俘能否享受到3餐和运动设施？霍斯特直接告诉他我们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，至于运动设施你们可以享受挪威美丽的田园风光。这时英国飞行员提出想上厕所，霍斯特给他拿来一些报纸，并告诉他让他撕小一点，毕竟这是5个人的量。午餐时间，他们煮了燕麦粥，英国飞行员的午餐被放在地上，而他们拒绝在地板上用餐，要求上桌和他们一起。没办法，碰上难缠的家伙，霍斯特只能答应他们的要求，搬来桌子压在38线上。英德2国的飞行员为了能在一起用餐，他们搬来桌子压在38线上，一边归英国，另一边归德国。用餐前，德国飞行员脱下外套，穿上笔挺的军装，看着他们展示自己的军容，英国飞行员也不服输，他们也露出了自己的军装。一顿操作后，终于可以吃饭了。又过了几天，仅剩的燕麦也吃光了，就连柴火也所剩无几，只能拆掉屋内现有的木头。食物的话，就到外面找些苔藓补充。这天，史密斯上厕所时，看到一群驯鹿从眼前经过，他一边小声地叫着屋内的同伴，一边敲打着木门，但没有人听见。等他们赶到外面，到手的美餐早就跑得无影无踪。10 or 15 reindeer right outside the fucking cabin. I know. They're gone now. 回到屋内，他们爆发了冲突，因为史密斯上厕所时用了施瓦茨的书，这一下激怒了他，举着枪要干掉他们，结果被霍斯特他们拦下。施瓦茨有些松懈，把枪丢到了地上，史密斯趁机抢走了枪，将施瓦茨挟持，逼着他们扔掉武器。现在换成他们当俘虏了。到了晚上，施瓦茨因为受伤加上寒冷和饥饿，他开始处于弥留状态，霍斯特不停给他擦拭。第2天，他们已经没有吃的了。史密斯带着斯特朗出去打猎，他们在不远处看到一只兔子，于是掏出枪，一枪命中。这边屋内能烧的东西都拆得差不多了，他们想拆掉屋内的一根顶梁。达文用枪逼着霍斯特砍断柱子，但等柱子拿走后，屋顶开始坍塌，他们搬来凳子站在上面，用身子顶着。这时霍斯特也趁机夺走了他的枪，然后对着达文，眼看屋顶就要垮掉，他又站上去一起顶住。等他们打猎回来，眼见屋顶就要垮了，斯特朗赶紧拿来东西顶住，2人才算松了一口气。然后他们又对准枪口，但这次都决定放下武器，只有协作才能逃出这里。他们达成了君子协议，双方都把枪丢到箱子里。晚上他们享受了一顿久违的美餐，似乎都忘却了这是战争。这时施瓦茨醒了，但看着非常难受，他们帮他解开手臂的包扎，一股恶臭扑面而来，手臂已经坏疽腐烂，这只手臂应该是保不住了，需要给他截肢，不然他活不了多久。他们需要搜集木材，烧些热水，把床板和地板全部拆掉。但在拆除地板时，他们在里面发现了一个箱子，打开一看，竟然是酒和肉干。这对没食物的他们来说可谓是雪中送炭。他们决定先喝一瓶，然后把昏迷的施瓦茨弄醒，不停地给他灌酒，为接下来的手术提前麻醉，然后给斧子消毒，垫好白布，手臂用绳子系紧止血，一切准备就绪。当霍斯特接过斧子时，面对自己的战友，他却下不去手。
他用斧子给战友做截肢手术。就在准备动手时，史瓦茨竟然醒了，看着大家都围着他，觉得有些奇怪。他感觉情况不妙，开始挣脱，几人死死按住，一拳将他打晕，然后手起刀落，手术就完成了。在讨论手臂如何处置时，有人说等史瓦斯自己决定，也有人说送到外面埋掉，再举行个告别仪式。一旁的史密斯却听不下去了，直接捡起来丢到了外面。接着他们开始喝酒玩游戏，还跳起了舞。达文让他们闭上眼睛，然后从火炉里拉出了几支烟，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惊喜。男人的快乐也就这么简单。这时斯特朗拿出一本书，上面还有希特勒的亲笔签名，被霍斯特直接扔进了火里。此刻他们忘却了所有的战争和烦恼，似乎已经建立起了彼此的友谊。这边山下的英国军营里，他们收到消息，在山上遇到一架坠毁的德国飞机。第二天他们赶往雪山，发现他们之前坠落的物资。山上的飞行员看着天气转晴，他们准备下山离开，而下山最快的方式就是滑雪。他们从屋里找来滑雪板，然后开始练习。刚没走多远，突然一声枪响，斯朗特被击中了，当场死亡。原来英国军队派来的人已经找到了他们，随后其他几人也被找到，一起抓回了山下。临走前，史密斯取走了斯特朗军人身份识别牌，有朝一日会去看望他的家人。随后他们回到山下，达文和史密斯接受了一个简短的审讯，长官非常质疑两人，他们完全有机会可以用抢来的枪干掉对方，但他们没有这么做。而在一场战争中，他们的这个行为就是通敌，如果消息传开会影响士气。达文非常愤怒，他没有多解释什么，只是告诉长官。这时霍斯特走进来，还给了达文当天抢的打火机。之后霍斯特和史瓦斯被送往加拿大战俘营，史瓦斯一直待到战争结束，霍斯特7年后才出狱。而达文和史密斯在回到英国不久后遭遇空袭，史密斯在这场空难中死去，达文被俘到战争结束前都在德国战俘营度过。直到1977年的一天，霍斯特在家接到一个电话，是达文打来的，他邀请霍斯特去伦敦。不久，两个敌人相见，却犹如故人。这是发生在二战的真实故事，他们原本是敌人，又击落了彼此的飞机，在这场巧合的机缘下，让几人走到了一起，为了在蛮荒之地活下去，一种非常规的友谊竟让他们成了亲密的挚友。这是一部反战题材的电影，影片没有出现战争，却极大地反映了人民对战争的厌恶。世界人民本就无错，只是战争让他们成了敌人。尽管如此，但无论如何，战争都是荒谬的。